超3万人施工，12天建成的雷神山医院，停用4年后，如今荒废了吗？新冠疫情时期对我们很多人来说都是一段不愿意提起的伤感回忆。许多人感染了新冠病毒而不得不住进医院，许多城市也处在静默中，静静地等待着疫情的好转。同样就在这时，仍有一批逆行的医务工作者和建筑工人，为了控制疫情不再继续蔓延，并且给予那些感染者及时的救治，而投入到医疗和建设当中。雷神山医院就是由这些建筑工作者们用时12天神速建设而成，他们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速度、中国力量。今日新冠疫情早已得到了有效控制，我们的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和谐与安定。那么曾经为新冠疫情特意建设的雷神山医院，在停用了4年之后，如今又怎么样了呢？雷神山医院的建设。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了整个中国，而其中受疫情影响最大的城市当属湖北武汉。当时感染人数不断上升，给武汉的医疗系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而如果武汉的医疗系统一旦崩溃，那么不光武汉的疫情难以控制，更有许多其他疾病的患者无法得到有效的救治。在这危急之际，如何将感染者集中起来进行有效的救治，并且防止病毒进一步的进行扩散，成为了眼下的当务之急。此时在武汉抗疫一线的专家想起了当年抗击非典时构建的小汤山医院，这是当时建设的集中收治感染患者的医院。小汤山医院对于抗击非典疫情的成功经验，让专家们意识到，建设能够集中收治感染患者的医院，能够有效的控制疫情，扭转病患收治的被动局面。因此相关部门迅速做出决定，在武汉建立一所能够收治1000名新冠患者的医院，即火神山医院。然而疫情扩散的速度超乎了人们的预料。1月25日，相关部门决定除火神山医院外半个月之内，再建设一座能收治1300多名患者的小汤山雷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的建设可以称得上是时间紧、任务重。据负责建设的中建3局领导表示，当负责施工的工人1月23日进场进行基础施工的时候，雷神山医院的构造图纸还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紧张的设计，而他们面临的困境还不止这些。当时正值春节，很多工人都回到了老家与亲人团聚，而雷神山医院的建设需要大量的工人投入建设。如何在短时间内集合这么多的工人？负责建设的中建3局先是紧急调集了正在武汉工作的1400多名工人，驰援雷神山医院的建设，确保工程能够准时开展。之后他们又广发英雄帖，通过周边的劳务公司招募工人。令他们没想到的是，许多正在与家人团聚的工人听到要建设雷神山医院，抗击疫情，他们便主动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直奔工地进行援助。来自武汉周边城市、乡村的一辆辆大巴车载着一批批近4万名工人来到工地，投入到雷神山医院的建设中去。这些工人、设计师以及管理人员24小时的轮班作业。雷神山医院的建设虽然困难重重，但还是在他们的努力拼搏之下飞速的建设。经过不停奋战，雷神山医院在2020年2月6日完工验收并逐步移交。2020年2月8日，雷神山医院开始投入使用，并且在当日的晚上8点接收了第一批患者。雷神山医院为武汉的疫情防治以及患者的治疗开始立下了汗马功劳。雷神山医院的使用。雷神山医院的占地面积总计约8万平方米，其中分成医疗隔离区、医护人员生活区、综合后勤区3个分区。其中作为主要部分的医疗隔离区不设门诊，只接收确诊的新冠患者，其床位由最初设计的1300张扩至1600张，分32个病区，同时还配有一个手术室以及其他配套的 CT、影像等措施，用以保证新冠患者的生命健康。雷神山医院投入使用后，又将面临着严峻的抗疫形势。武汉的疫情扩散速度不断增快，当时湖北省的感染累计人数已经接近3万，
而武汉作为当时全国抗疫的核心所在，其承受的压力更是沉重。而雷神山医院则在来自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的支持下，收治了一批又一批的新冠患者。2020年2月8日，雷神山医院接收了首批患者。2月13日，雷神山医院接收了第二批患者，并且在当月18日，雷神山医院的第一位治愈患者出院。这也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同时也是对这些日夜兼程的医护工作者们的最好的奖赏。在武汉的疫情中，雷神山医院累计收治了许多批病人，为缓解武汉疫情压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来自辽宁、广东、山西、上海等地的医疗工作者的努力之下，雷神山医院在武汉疫情期间累计收治了2000多名患者，其中包括了将近900名重症患者，179名危重症患者。2020年的3月25日，雷神山医院的首个病区患者完成清零，这也标志着武汉的首场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胜利的曙光已经出现。2020年4月14日，雷神山医院完成清零。15日，雷神山医院完成了它的光荣使命，正式休仓。3. 雷神山医院停用之后，在送别了最后一批患者和前来支援的医护工作者后，原本热闹的雷神山医院渐渐冷清，只有一幅幅画在医院墙壁上的涂鸦留了下来。这些涂鸦也记录了那段万众一心的抗疫历史，意义非凡。如今，雷神山医院已经停用了将近4年之久，而那些涂鸦依然留存在墙壁之上。据介绍，这些画作未来将会交由当地的博物馆收藏，让更多的人欣赏到、记住那段全民抗疫的历史。随着疫情渐渐得到了控制，而雷神山医院则仍然空置在江夏区的空地上。很多人可能都会好奇，为什么疫情过去了这么久，雷神山医院还没有拆除呢？这是因为在之前的疫情虽然渐渐得到控制，但始终还是有反复的趋势。而一旦疫情再一次恶化的话，雷神山医院又能迅速启用，再次起到集中收诊患者的作用。因此，雷神山医院在这么长的时间一直没有拆除的原因，也正是要防患于未然，警惕疫情的下一次冲击。而如今全球新冠疫情已经渐渐平息下来，我们基本可以不必再担心疫情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以及正常生活带来影响。那么在之后的日子里，雷神山医院将会如何处理？它会被拆除吗？据了解，在武汉疫情期间建造的雷神山医院和火神山医院后续都不会被拆除，而雷神山医院未来的命运，我们似乎可以借鉴北京的小汤山医院。为非典而建造的小汤山医院在非典结束后，于2010年拆除了非典病房，而剩余部分则被改造成了小汤山康复医院，并且在本次的新冠疫情期间，小汤山也再次扮演了方舱医院的角色。雷神山医院的未来也可以参考小汤山医院的建设，因地制宜、因需施策的结合武汉当地的形势，将雷神山医院改造成别的类型的相关医院或疗养院。同时，由于雷神山医院曾经有过集中收治患者的经验，在未来面对类似的突发状况时，雷神山医院也能快速的做出反应，再次发挥出过去的作用。结语：用时13天建成的雷神山医院，不单单是一个建筑上的奇迹，它更是体现了我们的综合国力与民族精神。如果没有超强的实力作为支撑，我们也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设计和建设。而所有参与建设、救治的工人和医护工作者们，更是身体力行的向我们展现出来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奉献精神和勇往直前的勇气。相信凭借着这种精神和魄力，我们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